千里之外，大怀国极北阴寒之地，一处由万千枯骨堆砌而成的幽冥地宫内，猛然爆发出一声撕裂苍穹的怒吼，那吼声中蕴含着浓郁的死气，震得地宫上方的黑色岩层纷纷崩裂。地宫深处，一名枯坐于血池中央，周身被无数冤魂环绕的黑袍老者猛地睁开双眼，他的双目呈现出诡异的惨白色，瞳孔中映照出的正是苏清寒在九盘山灵泉边重塑道躯，彻底脱离世关禁锢的景象。宣扬野神，竟敢坏本座正道大毁神之根基！本座耗费多年心血炼制的煞胎，岂能为你做了嫁衣？长老猛地喷出一口暗红色的本命精血，双手飞速结印。多心邪咒，既然本座得不到，那便让这整座下蔡县化为人间炼狱。与此同时，下蔡县城内，原本因为未长庚归京报功，百姓朝圣而沉浸在一片祥和氛围中。然而正午时分，天空忽然变得阴沉，一层淡淡的红雾不知从何处升起，迅速笼罩了整座县城。原本在市集穿梭的百姓，正在衙门办公的官差，甚至是守城的士卒，在吸入这红雾的刹那，双眼皆变得赤红如血。鱼群县令惊恐地看着窗外，怎么回事？这些百姓为何互相撕咬起来了？一名原本温和的衙役，此刻竟狞笑着拔出佩刀，砍向了身边的同僚。不仅仅是一个人，整座县城成千上万的生灵，在这一刻仿佛都失去肉了灵智，被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杀戮欲望所支配。这便是幽冥神教埋藏多年的底牌——夺心咒。这咒法以人心中的贪嗔痴为引，一旦引爆，便能将满城百姓化为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，且每一条生命的凋零，都会为远方的长老提供一丝精纯的血迹之力。九盘山巅，玄阳神宫内，玄阳宫猛地站起身，原本平和的神色瞬间被一股凛冽的杀气取代。通过望气神通，他看到下蔡县上空原本升腾的万民香火愿力，正被一股浓稠如墨的黑色节气所取代。贼子耳敢！赤羽、清寒，随本座镇压邪咒。说完，玄阳宫身形一晃，法身跨越虚空，玄阳宫瞬间降临在下蔡县城上方。他低头望去，只见街道上血流成河，哀鸿遍野。玄阳宫威严低语：通幽神木，定魂。玄阳宫施展新得的通幽神通，双目射出2道幽紫色的光芒，直接穿透了红雾，锁定了那隐匿在虚空中的诅咒根源。他右手虚空一握，那柄萦绕着紫色煞气的黄棘灵刀落入掌中，刀身上的黑蛇虚影发出了愤怒的咆哮。混天刀法，碎虚。玄阳宫凌空挥出一刀，而是化作无数细小的刀气，这些刀气精准地劈在那些被诅咒控制的百姓头顶，却不伤其皮肉，而是直接斩断了连接在他们识海中的夺心红线。苏清寒此时也飘然而至，他重塑后的道躯散发着淡淡的素心真气。素心照影，诸邪退避。素心玄境中的静心咒法化作漫天青色花瓣落下。与此同时，化形成人的赤羽双翼一震，身化赤红流火，在县城上空盘旋。他张口喷出纯阳妖火，将那些浓稠的化不开的邪教失火与红雾焚烧殆尽。然而幽冥长老的手段远不止于此，城中心突然裂开一个巨大的黑洞，3名披着血色法袍的夺心祭司自黑洞中走出。夜神，即便你挡得住邪咒，也挡不住这万民精血汇聚的血魔大阵。聒噪，在本座面前谈何大阵？玄阳宫面露怒色，金身法相在这一刻膨胀到100丈大小，如同撑起天地的巨人。他不再保留将积攒的功德神力悉数灌注进震慑神通之中。震慑，诸神黄昏！一股恐怖的精神冲击波以玄阳宫为中心，呈圆环状横扫全城。3名夺心祭司还没来得及启动大阵，便觉神魂如遭天雷轰击，手中法器瞬间崩碎。玄阳宫手起刀落，灵刀划破长空，带起3道紫色的弧光，砰砰砰，3名祭司的手机凄凄飞起，体内的阴力被灵刀内的煞气瞬间吞噬殆尽。
随着祭司的陨落，县城上空的红雾彻底散去，原本疯狂的百姓纷纷软倒在地，陷入了沉睡。天边再次放晴，一缕功德金光自虚空中降下，落入玄阳宫体内。系统提示：任务达成，成功粉碎幽冥神教夺心邪咒，正式开启品阶晋升。玄阳宫感受着体内排山倒海般的神力。幽冥长老，你的这份大礼，本座收下了。待本座闭关而出，便是杀上幽冥地宫之时。在百姓们悠悠转醒的惊呼与感恩声中，玄阳宫带着赤羽与苏清寒化作3道流光，直奔九盘山而去。下蔡县通往州府的必经之路断灵坡，此处地势险要，两侧峭壁如刃，终年云雾缭绕。巡查使魏长庚一行人正策马疾行，队伍中央护卫着一辆雕刻着镇灵司徽记的金丝楠木马车，车内盛放着加盖了县令公印与魏长庚亲笔保举的敕封奏折，准备乘往州府。然而，当马车行至坡底最窄处时，异变突生。原本明媚的阳光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墨色阴气强行遮蔽，四周的草木在瞬间枯萎焦黑，一道道惨白的鬼影自地下破土而出，利爪如刀，瞬间将数名走在最前方的镇灵司铁骑连人带马撕成碎片。魏长庚面色巨变，前阵是幽冥神教的死士，方宇号诛奏之。阴风中，一名身披血色大混，眼眶中燃烧着幽绿色火苗的枯瘦老者缓缓踏空而来。他每走一步，脚下便会绽开一朵血色的莲花。此人正是幽冥神教威名更甚于阴阳法王的血海护法。魏巡查将圣女的消息与那野神的底细留下，本座可赐你化为圣教血池中的一具血奴，求死不得，求生无门。血海护法长袖一甩，漫天血雨倾盆而下，这些血雨带有极强的腐蚀性。镇灵司铁骑的重甲在接触到雨水的刹那便发出嘶嘶声，迅速化为脓水。魏长庚怒喝一声，拼死催动体内残余的法力，金色屏障在血雨的冲刷下摇摇欲坠。方宇手持青色长剑，浑身染血，他劈翻了2名扑上来的幽冥死士。方瑜却被血海护法随手一指弹出的血剑射穿了肩胛，整个人重重地撞在石壁上。魏大人，这些妖人是想要断了神君的封神之路，快用血遁符发信！本是今日怕是走不了了。魏长庚猛地咬破中指，在随身的一方白绢上几笔狂草。由于法力透支，他每一笔都带着暗红的精血，自己歪斜却力透绢背。他将白绢塞入一只特制的机关云雀中，点燃了一张极为珍贵的万里破虚符。云雀入云，玄阳宫救我孤军！与此同时，九盘山玄阳神宫深处，整座神宫正处于一种奇妙的律动之中。玄阳宫端坐于阴阳混元大阵中心，周身萦绕着素心玄晶演化出的琉璃光泽，以及那一缕象征着官方承认的紫金色国运之气。检测到宿主功德圆满，万民归心，正式开启晋升意象，从弱小家神晋升为一方辅神。金色的神光直冲云霄，惊得方圆百里的生灵皆齐齐向此方向俯首。玄阳宫原本虚幻的法身在这一刻彻底凝视，每一寸皮肤都流转着如金属般的质感。他体内的子府空间疯狂扩张，那柄黄极灵刀在神力的灌注下，竟隐隐透出一股灵气进阶的宝光。就在他稳固境界的刹那，一只带着血气的机关云雀撞破了神域的禁制，凄厉地鸣叫着落在神台之上。玄阳宫睁眼，血书，魏长庚遇难，幽冥神教，你们果真是阴魂不散。苏清寒翩然而至，青裙飘曳。神君，清寒愿随君同去，以此残躯引动素神神咒，压制邪祟血气。属下愿为先锋，烧尽那些地嗲的老鼠。清寒留守神宫塔管灵泉，赤羽随我出征，感动本座的赤峰使者，本座便让这断灵坡
成为幽冥教中的断头胎。玄阳公跨前一步，他脚下生出一朵巨大的祥云，赤羽化作一道赤红流火，紧随其后。两人化作2道流光，在天际画出2道长长的尾迹，仅仅数息时间便跨越了100里距离，降临在断灵坡上空。断灵坡下，魏长庚已是强弩之末，血海护法正狞笑着抬起干枯的手掌，准备给这名巡查使最后一击。受死吧！玄阳功法音如雷，震颤山谷。一道长达100丈的紫色刀芒自9天之上坠落，这一刀不再是单纯的断将，而是辅神位格加持下的混天刀法裂苍穹。血海护法大惊失色，仓皇间祭出本命血帆抵挡，却在接触刀芒的刹那，整杆帆旗便如枯朽木材般寸寸崩碎。受挫之后的血海护法惊恐狂呼：这种神力，你不是假神，你是辅神，这不可能！玄阳公的身影自云端缓缓落下，金身法相在这一刻辉映100里，他手中的灵刀吞噬了周围所有的邪气，变得幽姿诡异。幽冥地宫，本座自会去拆了。至于你，现在便化为灰烬吧。玄阳公左手单手结印，辅神诏令：9天雷动，5雷绝，万雷平窜。上百道紫色雷霆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邪教徒的惨叫声甚至还没传出，便在这惶惶神威中彻底归于虚无。断灵坡的紫色雷霆缓缓熄灭，原本被血雨染红的天空，在玄阳宫的惶惶威压下，竟如冰雪遇骄阳般迅速消融。山谷间原本凄厉的厉鬼丝毫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神魂震颤的寂静。魏长庚瘫坐在早已化作焦土的官道中央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天空中那尊顶天立地的金光法相。刚才那划破苍穹的万雷平川，彻底摧毁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作为朝廷使者的傲慢。辅神，真的是一方辅神。在他身侧，方瑜挣扎着从乱石堆中爬起。我大怀国北部3县，竟真的养出了如此未备的真神！大人，神君于危难中晋升，此乃天命所归。若无神君，今日我等皆已化作血池祭品。天空中，玄阳公低头俯瞰，紫金色的神目如电，瞬间看穿了魏长庚神魂深处的惊惧与那一丝尚未散尽的贪婪。他脚踏祥云缓缓落下，每踏出一步，四周焦黑的土地竟奇迹般的生出点点绿意。魏巡查，你口中所言的赤峰，本座已经看到了。玄阳公随手一挥，那份沾满了魏长庚精血的白绢血书自尘土中飞起，悬浮于半空。血书上的字迹感应到神力，竟绽放出夺目的红芒。神君救命之恩，魏某没齿难忘。今日大难不死，皆因神君圣眷。魏某以朝廷从五品巡查之名，兼代司主韩孝大人之权，当场在此赤诚神君。他从怀中颤抖着摸出一枚赤金色的镇灵司印玺，狠狠印在那份血书奏折之上。刹那间，大怀国的国运龙气仿佛受此感召，一道细微却极其精纯的紫金气柱自虚空中垂落，直接灌入玄阳公的法身之中。承天命，顺民意。今由下太玄阳宫斩元神，灭邪祟，救万民于水火。本使正式上表朝廷，册封神君为下采护国显圣大元帅，并兼领北部3县护府正神之职，从此世代供奉，与国同庆。玄阳宫的尸海中瞬间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般的金色浪潮，那是一股极其庞大且纯净的信仰之力。检测到宿主获得官方最高等级赤峰，大怀国龙气入体，位格彻底稳固，完成成就，名正言顺。由于魏长庚的极度敬畏，信仰反馈翻倍，系统奖励功德值5000点。
感受着体内几乎要溢出的神力，玄阳宫感觉到子府中的那柄黄鸡灵刀也在不断轰鸣，刀身在龙气的浸润下，竟生出了一丝暗金色的龙鳞纹路。灵刀内部的黑蛇刀灵在这一刻蜕变，隐隐有化龙之势。府神晋升详情未格，一方府神正式官方编制，辖区范围直接扩张至方圆50里，覆盖下蔡县全境。新功能解锁神谕万民，封官许愿，可消耗功德值赤峰麾下随从，赋予神位。玄阳宫手中的灵刀一横，原本肆虐在断灵坡的残余阴气，瞬间被刀气吞噬得一干二净。魏巡查，你这份大礼，本座收下了。既然本座已得赤峰，那这下蔡县的安宁，本座护定了。谢元帅圣眷，有神君坐镇，便是那幽冥长老亲至，也定叫他有来无回。玄阳宫转头看向受伤的方瑜，指尖轻弹，一道充斥着素心玄晶生机能量的绿光没入方瑜肩头。方瑜只觉伤口处一阵清凉，原本难以愈合的腐蚀性血溅伤口，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。方瑜喜极而泣，重重叩头：“谢神君救命之恩，方瑜愿为神君赴汤蹈火，死而后已。”玄阳宫看向西北方，那是幽冥神教气息最为浓烈的地方。随后看向魏巡查，说道：“魏巡查，你且带残部回城休整，将此间战报如实上禀镇灵司。至于随本座去清点这断灵坡残留的邪教妖人，本座要顺着这些血气，找出那地宫的老巢。属下领命。”他知道今日之后，他魏长根将成为这淮南北部最有权势的巡查使，只因他身后站着的是一位真正的镇国公。